星落来了，那个把抽象玩到极致的官方，他们家的游戏终于公测了。看我视频的大伙应该都知道，之前我做过这款叫星落的手游测评，游戏感觉中规中矩，没什么扣分项，但运营的逆天整活却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星落都整了哪些抽象的活？把兑换码藏在视频里，让玩家找了半天才发现视频标题就是兑换码，发放一些奇奇怪怪的兑换码，让不少玩家以为是假的兑换码。我的手游玩的也不少了，这些兑换码我基本都认得出来是哪个游戏里的，真的是炫发鬼才。蹭也蹭到了，整活也出圈了，吸引了一些玩家进来瞅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测时有玩家反映玩的时候手机过热，官方直接发了份邮件说是因为自家游戏太过火热导致的，还偷偷发了5抽福利。前2天官方还发了个视频，在游戏里用自己的号一个个私聊玩家，依据每个玩家的回复给对面定个他是什么型，让我这种上次电竞经理下肯钓鱼大师，竟然还要去评价奥特曼传奇英雄2的平时大王会被定个什么型。不过这种爱整活的官方是挺容易给玩家留下好印象的，包括我也是，这测试玩的也是挺开心的，所以这次公测我肯定是不会错过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。还是经典白猫逻辑开局，剧情上次我们看过了，这次直接跳过好了。感兴趣的大伙可以跳到我上期视频去看看，也有不少我自己研究怎么玩比较舒服的方法，可以让入坑的大伙少走些弯路。战斗的话还是老样子，我们只需要布阵就好了，角色自动进行战斗的，打着右下角的总攻朝满了就可以发动总攻技了。我们点击右边的角色头像就可以放对应角色的技能，这就是这游戏战斗的核心机制了，还是挺好上手的。战斗的 Q 版小人还挺可爱，技能特效也还行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能不能快点过完主线让我去抽卡 ？OK， 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。上车的福利虽然大方，但也只是个测试。先看公测的福利怎么说。月奖励直接给20头和一个看板娘皮肤，第3天可以领一个5星角色。说是预约达成，其实星落官方的预约目标一共就3了，不过这点也比预约人数不够只用1名补上有意思的多。看了一下 Tap 的节奏板，发现送的白渊竟然是 T0第1位，这么敢送吗？那到时候就算抽卡飞了点，推也不至于很难受了。先去抽卡，我去，看来我已经发现这游戏的优点了。哇！那么深的沟，我勒个大雷呀！看板娘虽然是萝莉，但这卡字怎么个个都这么大？而且 Life 2D 都做的挺好看的。不过我还是想抽这个舒芙蕾，上车就是抽的它，又好看又强。反正30头给自选，直接冲！哦，金光！但我记得了，这游戏4星也是金光动静。我到时候看看这次是4星还是5星。果然4星麻了，去游戏领了26抽，再战。好吧，还是无事发生。30抽抽完自选直接选舒芙蕾，还有一些票子直接抽了好了。哦，这次的金光好像比之前要大一些。出货了，看是哪个角色？白渊。那这第3天签到就会有，所以也没多哦。换个字再来一发10连，又出货了。让我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舒芙蕾啊！我刚自选你就抽出来了，我真的麻了。现在我知道我是什么型了，专一型是吧？哎，算了，把等级拉一下，继续推主线吧。各种玩法都要先推进主线才能解锁，还是挺重要的。OK， 解锁深渊探索这个模式，我一开始以为就在一个停箱地图上放点文水资源，让你到处收集的小游戏，打到后面才知道。没错，就是让你到处跑拿点文字水奖励的模式。不过地图上除了资源材料外，还可以收集到魔物图鉴和音乐图鉴。在主界面4级这里点进去就可以看他刚才摸到的图鉴详情了。每个怪都有各自的简介和习性，还挺详细的。BGM 也可以在这里点开听，沉浸式音乐播放器。深夜12点没事干的时候，还可以打开这个播放器 emo 一下。我直接化身成音乐大师型，这才是真正的音乐。有几首还挺好听的，不过网易云搜索一下发现还没有，希望官方赶紧上传吧。除开收集要素，这些奖励抠抠缩缩的，真的很难让人有探索动力。但不探索完强迫症又很难受。好在后续的怪就可以直接跳过战斗和扫弹了，节省了不少时间。而且其他地方给的资源还是不少的，比如每次升级都会给你好几抽和钻，还有这个物资兑换也能换不少钻。希望在深渊探索后面的地图能提高一下奖励吧，不然真懒得到处跑了，已经变成懒鬼型了。除了主线推进，也解锁了一堆新东西，比如这个荣耀之地就是竞技场，就感觉每个游戏基本都会有的，也没啥好讲的，就是这优化是不是有点差？开总攻击的时候，我感觉画面都在掉帧，赶紧优化一下吧，不然等会我的手就要变成煎蛋型了。还有个无敌裂缝，通俗来讲就是爬塔，打一关就给些资源奖励，练度够了就能随便过了，也不强求。我自己玩下来的这段时间，感觉这个游戏其实最好就练几个主力就行了，前期体力资源都挺缺，一个角色想练好，要升级，要技能等级，要突破，还要装备。但开服他说的体力根本不够你去养好几个角色的，所以还是要有点规划，优先养抽到的5星就行了。不过4星里其实也有体能打的，像是鬼魅，别人有概率触发自己基础攻击力的额外伤害，再打出暴击就是3倍伤害，还能恢复自己的血量。而大招会对敌人血最低的多个单位造成1000%往上的伤害，觉醒的越多，打的人越多，并且伤害越高。而且4星还是比较好凑的，觉醒一下强度指标。但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机制最强的还是这个5星的威，战斗开始时会随机生成法球，这法球会电附近的敌人，并且每3下普攻都会再生成法球，打着打着对面后排就被法球电没了，更别说大招还能让法球爆炸再炸血。而且这个法球爆炸是不会消耗残剩的法球的，只是单纯的额外炸一下，不会说法球炸了就要重新叠，变态的要命。但这些角色都要养，对吧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7
7、8个角色养成难度很大，其实真的难度很大，主要是体力不够啊。这西路官方我感觉还是挺好说话的，基本有评论他都会回，修改意见什么的他都会去看。但我直接去官方底下多去喊喊，说不定还真的会多发体力。总的来说，你说西路这游戏它有多好玩吧？其实我感觉也就是中规中矩。但说实话，现在的游戏环境一个2游不爆雷都难得很会了，更何况这游戏运营的抽象程度在整个2游圈里都找不到几个的。这种平易近人的官方别的不说，社区氛围肯定会好不少。在游戏版号放开的当下，大厂可以用过硬的游戏质量和宣发吸引不少人入坑。那小厂想在这种环境下生存，要么自身有着极其亮眼的游戏素质，要么就是保护好自家玩家群体。星洛无疑是选择了后者的路，用整活的思路去留住核心玩家，可以说是比较有头脑的了。而这游戏也并非只整活有亮点，有些例会也的确顶的，不只是4星、5星，低星角色画的也挺好看。而且角色2次突破之后，还会有新的 Life 2D 例会，这不等于白送一个皮肤？说到这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游戏的看板娘是一个1星角色啊？我还挺喜欢这看板娘的，希望官方能加强一下吧。例会好看，清日常也快，也有扫弹，已经满足了一个富游的标准了，而且福利给的也挺大方的。我玩个2个小时就已经抽了100来抽了，出货率其实还算可以。只不过我后面抽又出了个5星，结果又是个束缚雷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差了。官方也会经常和玩家互动，听取玩家意见。如果你缺一个卖相好看但又不想花太多时间的游戏的话，西洛还是挺推荐大伙入坑的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边小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啊，所以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。到这吧，我是李，我们下期见。